邱福辰，你刚才是和哪个男人在一起啊？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可以拒绝回答。我想提醒你，时钟负隅顽抗，你的罪责也会随着你一次又一次的任性而步步升级。你听清楚了吗？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等一下。邱福辰，你还包庇同伙吗？他们根本不顾你的死活，这玩意儿要是一炸，这屋里所有人都得灰飞烟灭。我说，谢谢大夫。哦。你哪里不舒服呀？哦，俺这2天啊，这个胸口闷得上，晚上睡觉老喘不过气儿来。哦，那你先拍个片子吧。拍片？哦，俺前2天啊去看了个中医，他给俺写了个方子，你给俺看看管不管事儿啊？这些江湖郎中，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还是先拍个片子，检查一下好了。哎，啊，谢谢大夫啊，谢谢。哎呀，谢谢啊，给你钱啊，谢谢您，您这蘑菇真好。走了哈，哎，老板，哎，这鸡弄好了，摘好了，来姐给你装上去。哎，谢谢啊。哎呦，谢谢。哎，不客气。谢谢老板。您走好。哎，再见。哎，再见。哎，红姑，碰到啥好事了？瞧给你乐的。看你这高兴劲儿，是不是你男人要回来了？对，今天周局长跟俺说，晚上铁蛋就能回家了。那你可得好好庆祝一下呀！那可不，这不刚上街啊，买了一只小笨鸡儿，半斤蘑菇，你看我看看。哎呀，这么好，这么嫩，你这是要给他做小鸡炖蘑菇啊？俺铁蛋最爱吃这口了。那你还不赶快回家做去？哎啊，记住，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哎，俺知道了，大婶走了哈。进来。是。局长，猴子，情况怎么样？马掌柜，他跑了。我们的人在光明电料行守了4个多小时，但是始终没见他回来。周局长，都怪我大意了，煮熟的鸭子让他飞了，你处分我吧。啊，这事不能怪你。尽管我们是按照赶鸟出笼的方式行动的，但由于计划不周啊，还是让他跑了。他这一跑，势必会惊动二叔。
所以啊，接下来要严密监控那几个重点目标，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报告。明白？去吧。是。今天上午，他们把邱富臣给抓了，却让那个马掌柜给跑了。跑了？要我说，早该把他们全抓起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才是？客观来讲，我们和那个代号二叔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忌惮，也就是说，我们谁也不知道当年日本人留下的那些细菌武器到底藏匿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贸然行动，势必会丢掉很多重要的线索。抓人容易，但要看怎么抓，必须慎之又慎。山口军一肯定知道细菌武器库的位置。是，那你告诉我，他会轻易地告诉我们吗？按照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赶鸟出笼，而并非是张网捕鸟。相信我，好戏才刚刚开始。小赵，咱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要进去看看。看什么呢？你不想知道我们一直关心的人，除了喝咖啡还在干什么吗？要不要一块儿进去？好啊。刘科长，刘科长。嫂子，嫂子。恒姑，这是怎么了？麻姑要做。喂喂，局长，我是刘宁啊。刘宁啊，你说。红姑她食物中毒，已经被我和雨涵送进医院去了，现在正在抢救。什么？刘宁啊，全力以赴，一定要把他抢救过来。另外，抢救现场要严密监控，不要再出任何纰漏。是。对不起，您不能进来。我是公安局的，这个人是重大嫌疑犯，我有权监督整个抢救过程。这什么这？闪开！冯医生，病人还是没有任何反应。马上去换0.5%的硫酸铜溶液，刺激他的喉咙，争取让他把吃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好。
刘宁，周局，你来了啊，情况怎么样？哎，人在里面抢救呢。小周在里面，你不用担心的。哎，这个就是红姑做的那份小鸡炖蘑菇。我们到了现场，第一时间就进行取样化验了，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什么结果？这里面含有一种能够致死的毒鹅膏菌，也就是说，这份小鸡炖蘑菇里被混入了一种有毒的蘑菇，叫白毒伞，也叫鬼比鹅膏。我们的法医刚刚证实了实验室那边的说法。冯医生，病人脉搏消失了，血压，血压也没有了。快，准备电击心脏。冯医生，请你解释一下。很抱歉，病人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了。请等一下。这个局长刘科长，你们进来吧。你们俩先出去，但是不准离开。是。冯医生，请您接着说。这个情况怎么说呢？张副院长，什么情况？张副院长，真的很抱歉，病人已经死亡了。这种病例在我们医院很少遇得到。他是误服了一种叫做毒鹅膏的毒蘑菇，导致肝功能、肾功能同时衰竭，最后是心脏骤停。这种毒蘑菇的毒性非常强，据医疗文献记载，它的致死率应该占80%，甚至100%。这么说吧，就这么一小块，如果人误服了它，它的生存几率几乎为零。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冯医生，麻烦您回去之后写一份详细的抢救报告送到公安局。好的，我马上安排他回去就写。尸体一会儿存放在哪儿？太平间。太平间，就是在医院锅炉房旁边的那个就是。周局。好，那就送过去吧。刘宁，派人警戒。是。我马上派人把他搬过去。好的。冯医生，局长，辛苦你了。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院长，冯医生，你也走吧。啊。刘宁啊，到，加双杠，并且告诉战士们，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是。刘涵，到，对今天参与抢救的冯医师展开调查，并且找出张倩倩被杀一案物证替换的真正内幕。是。执行吧。
站住！干嘛的？同志，别误会，他们是死者的家属，今天要把母亲拉走，下午就要出殡。进去4个就行了。你们4个快进。等一下。使不得！我们当地有个习俗，死人在入殓之前是不能见光的。如果要是见了光了，那就不吉利了呀。行，走。谢谢啊。陆科长，上午有人来过吗？今天一大早，有一群出殡的人把那具女尸拉走了，是医院看门人带他们来的。怎么回事？有人掉了包。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周局长，告诉他，请他下令全城搜捕。好，我这就带人去追捕。哎，干什么去啊？俺要把那棺材拉到城外南山埋了。好吧，走吧。1个小时之内，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车或者人从这经过？没有。对了，半小时之前有一辆出殡的马车从这路过，我们检查过了，好像没什么问题。往哪个方向走？正南方向。什么人？要往哪儿去啊？我是东盛车行的伙计，有人雇我把棺材送到小王庄。搜。科长，空的。把人和车带回去审查。是。谢谢。你好，你是来照相的呀，还是取相片？我和你们老板约好了，但是我的表慢了5分钟，我迟到了。既然你和老板约好了的，那就进去和老板再说说吧。好，谢谢。里边请。
对不起，我迟到了5分钟。お疲れ様でした。お待ちます。以后你和你的属下不许说日语，让我发现一次，割了你们的舌头。嗨，是。同志们辛苦了，来，坐。啊？怎么了这是？是不是因为陆凯的媳妇跑了，你们陪着他一块儿在这儿垂头丧气呢？啊？这个红姑不简单呐，她以陆凯未婚妻的身份来到这里。俺叫红姑，是陆凯的媳妇儿。利用各种机会打听我们重案组的情况。你又来送包子了？对呀。谋杀张倩倩，栽赃给陆凯。同时引爆电厂，制造混乱，利用崔家为陆凯的定案施压。他可谓处心积虑，当他暴露了以后，又以误食毒蘑菇假死，利用出殡人群把他裹挟出去。他能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逃出升天，动用这么多的潜伏力量，说明他的级别很高。那就说明他很可能就是敌人惊蛰行动的总指挥二叔。他的出逃给我们的侦破行动增加了难度啊！这事儿责任在我。你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现在对敌斗争情况错综复杂，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我们的部署。看来这个二叔是个高手啊！我们现在和他这场博弈，就像是下一盘棋。谋篇布局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马上要进入中盘厮杀了。那就要看最后谁棋高一招了。进来。李警长，周局长。啊，坐下说，坐下说。参与抢救红姑那几个医生和护士啊，我都已经审过了，特别是那个冯医生，他的背景我也特地调查过，都没有什么疑点。这就奇怪了。我查过资料，一个人如果想让他的生命特征停止，那就要必须通过药物还有人员的配合。红姑再有本事，她一个人也是绝对做不到的。会不会是咱们的审查工作哪里出现了问题？哎，我很认真的调查过的，小周啊，你怎么能在厅长跟局长面前怀疑我工作的？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在反省。是不是咱们的工作哪里出现了纰漏？哎，行了，别争了。继续对医院上上下下严密的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环节。是。老首长，二局长，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把惊蛰行动和缉拿麻雀并案侦查？老周啊，你说呢？我同意这个侦查方向，但此时并案为时尚早。好。是。
同志们，原来散落在东北境内的国民党残匪，现在都在向春城西柳镇一带挺进，人数不详。知道吗？原来驻扎在这里的我军123师，刚刚开赴朝鲜前线3天，敌人就想趁虚而入。这说明敌人的情报是很准确的。所以上级要求我们要对进入春城的各个交通要道严密布控，遇到敌情要立即通报，坚决予以回击。是。欢迎特派员大驾光临。立正，请特派员巡视。反攻游击总队的将士们，你们受苦了。今天，本特派员十分高兴，因为我又一次见到了我军将士久违的风采和气概，又一次树立了坚定的反共必胜的信念，同时，也为我将率领你们与共军展开游击战、袭扰战，以及抗击共军围剿而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陈世明少将，是他以超人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量，为党国保存了你们这支部队，也使你们十分有幸地成为了战斗在大陆东北地区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有生力量。有这样的下属，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自豪、骄傲。将士们，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从今以后，你们的给养、武器、弹药，那是绝对有保障的。国防部将定期把物资空投到这儿，我也会派专人源源不断的给你们运送。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不出3个月，带领大家走向成功。中国有句古话呀，叫做养兵千日，什么？用兵一时。我决定按照美国西点军校陆军操演规程，组织一次实兵实弹演习，以检验你们的战斗力，告诉国防部我们是有实力的，是值得寄予厚望的。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决心搞好这次演习？有。我期待你们演习成功。陈副总指挥，你的部队不愧为正规军呐，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我一看到这些，就感到由衷的欣慰。承蒙特派员夸奖啊，不是我陈某人说大话。即使碰到2倍于我的敌人，我的队伍也绝不含糊。好，我曹某要的就是你这种胆气。怎么回事？这不是演习计划的内容吧？不是啊。报告，2营与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遭遇，2营有兄弟阵亡。他们是不是共军？不像，他们的装备很精良。陈副总指挥，敌暗我明，是不是先撤回来，等查明情况再做打算呢？
撤！这不是我陈世民的习惯。正好，我的部队也闲1年多了，枪栓都生锈了。既然赶上了，就由演习变为实战吧。特派员，我今儿个就打出个样子让您瞧瞧，也让您见识见识，什么是孬种，什么是好汉。起兵，到！通知1营、3营，向2营方向包抄。通知2营，不管对方是谁，都给我往死里打，务必全歼。是。长官，您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惊蛰行动？难道就此罢休？蠢货！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各自为政，互相牵制，难成气候。而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我就是要浑水摸鱼，声东击西。二叔是我身份的最好保护色。我就是要借惊蛰行动，来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如果失败，我们都该下地狱。明白。从现在开始，我不和任何联络员见面，我的专用电台即刻静默，所有联络方式全部通过死信箱来传递情报。明白。您现在把这个送到1号死信箱，并在北郊菜市场寻物启事板上贴上接收情报的时间。是。那今天对你的讯问就先到这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没有了。哦，好的。那这样吧，如果你还能再想起什么来的话，随时找我们，好不啦？好的。那麻烦你在这份笔录上签个字。哦，对了，张副院长，那天你说参与抢救红姑的还有1名护士，对吧？对。他人呢？在场抢救的医护人员你都讯问过了，就剩一个小翠了。我已经派人去叫她了。好的，好的。张院长，不好了，小翠儿她自杀了。唉，这么年轻，有什么事情不能说清楚的呢？非要走绝路。你以为他是自杀？我看是有人想让他死。尸检报告出来了。你能认真一点吗？这么快啊？我就是认真才会快的。说说吧，什么情况？跟你之前估计的结果一样，护士小翠不是自杀，是他杀。和这个小翠密切相关的人排查了没有？早就排查过了，嫌疑最大的人就是张子谦。跟我走一趟。张副院长，别紧张，我们就是随便聊聊。我能看看您的手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出于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的手跟我们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没什么不一样吧？这点好奇心都不能满足吗？我听说啊，你们外科医生做完外科手术进行缝合的时候，
通常会用2只手的食指固定住细细的缝合线进行打结，所以呢，这2个食指的前端就会有斜斜的痕迹。你看啊，你这手指的痕迹多清晰啊！你们所有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的吗？好像是这样吧。张副院长，外科医生里也只有军医才会有这么大量的缝合手术要做。医生的手本来是用来救死扶伤、行善施德的，可您的手却变了质，变成了恶魔的手，掐在了护士小翠的脖子上，是这样吗？不，小翠她是上吊死的，她的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张子谦，事已至此，你还想抵赖吗？我告诉你，从你留在小翠颈部的掌纹还有指印，就可以断定，你是先将护士小翠掐死，然后才把她吊在绳子上，制造出她畏罪自杀的假象。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千万别跟我说是情杀，我已经调查过了，你跟护士小翠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说出来真相，也许你还有一丝希望。张副院长，这里是办公室，不接待病人。有病的话，请你到1楼候诊室吧。张副院长，既然我能进来这个门，至少说明我对你有了解。您是留洋的博士，著名的外科专家，所以我特地来登门拜访。那你说吧，你哪儿难受啊？这儿，心脏。怎么个不舒服？压抑，一种如履薄冰，时刻都要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的压抑。那你在别的医院做过检查吗？做过。3年前我在南京陆军总医院做过。你有当年检查过的记录吗？有啊。就是他给我做的。您，张上校，作为国军陆军总医院的神经科主任，当年可是蛮威风的嘛。可是你为什么要对共党，隐瞒你这段颇为光彩的历史呢？难道是因为你曾经给被俘的2名共党注射过致幻剂，最终导致死亡的事情吗？张少校，嫂夫人和您8岁的女儿还好吧？我听说你的女儿特别招人喜欢，既聪慧又伶俐，而且还特别听您的话，对吗？你想干什么？不是我想干什么。是国防部和保密局想干什么？他们让我给你捎个话，希望你丢掉所有的幻想，继续为党国的复兴大业尽心出力。否则啊……别说了，那我能干什么？继续归顺保密局，用你高超的医术，为保密局即将开展的行动服务。那具体让我干什么？当然不会让你拿枪去打人了。你将来的任务很简单，比如马上替换掉你在张倩倩身上取出的这颗弹头，因为只有你才能接近尸体。你看，很简单嘛。
这不是小事儿。把手铐给他戴上，押回去，继续审讯。是。张子谦，到。审。坐下吧。张子谦，你考虑清楚了没有？我不知道你要让我考虑些什么。张子谦，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给红姑当替死鬼，不准备出去了是吧？那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你老婆。我跟她说，你不顾他们母子的死活，用自己掌握的医疗手段，在我们公安干警的眼皮子底下，让一个已经死了的女特务起死复生，并且帮助她成功逃出了医院的停尸房。你看我这样说可以吗？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的，你就把事情的原委都说清楚。说啊！那好吧，那我说，我全说吧。事情发生在几天前，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制造一起假死的现象，然后再从停尸房逃脱。说清楚一点，何为假死？假死是指人的微弱死亡，是指人的呼吸、循环系统、大脑的功能高度的被抑制，人的生命机能微弱到极点。用现代的临床检查是无法检查出生命指征的。从表面上看，和死的一样，其实人还活着。造成假死的原因有多种，比如溺死和缢死、煤气中毒，要么安眠药、麻醉剂，还有鸦片、吗啡中毒，还有被电击、脑震荡、极度的寒冷。尿中毒也会造成人的假死，这些通过医治都可以使人暂时或长期的复苏。那红姑选的是哪种？红姑她没告诉我，但她给了我一种药，说是美国中情局研制的，让我在她假死的30分钟之内给她服下。你是怎么给她服用的？那天我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药给红姑服下了。那迪特第2天替换尸体的行动也是你安排的？是的。同志们，通过审问已经逮捕的迪特，抓到了帮助红姑逃跑的迪特分子，这对我们下一步办案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志们，如果敌人在他们的计划之内没有完成惊蛰行动，他们会怎么办呢？他们必定会宣布行动失败。但是敌人会轻易地宣布失败吗？当然不会了，因为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和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必定又会采取下一轮新的行动。所以呀，我们下一步要继续的保持外松内紧的态势，不能让敌人再搞一个新的阴谋。
累死我了。主官，你说那个曹太委员让咱们在山上转悠什么呀？我也不太清楚，服从命令就是了。不行了，我去撒泡尿去。你怎么事儿这么多？赶紧去！报告，特派员司令，出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在山上踩上地雷了。地雷？有一个兄弟被炸死了。在哪儿？就在这儿。山里怎么会有地雷呢？您看，这是我从现场带回来的。这是日式 S 型地雷，地雷被触发之后，被抛射到1.5到2米的空中爆炸，预制弹片杀人，俗称跳雷。这小鬼子没事跑到深山老林里买什么地雷啊？这不是瞎折腾？绝不是瞎折腾。你带我到现场去勘察一下。是。我去看看。好。这小鬼子还阴魂不散了。哼！等一下。特派员，这是什么雷啊？这是日军的93式水陆两用雷，用来破坏登陆艇和坦克的，爆炸起来威力非常大。炸坦克？这到底是什么人埋的？他们想干什么呀？这可不是1颗2颗雷啊，这是一片雷区呀！通知下去，以北纬49.55度、东经33.80度为圆心，2.5公里半径，所有范围任何人不得进入。是。特派员，忙什么呢？陈将军，我刚跟国防部通报了一下我们发现地雷的情况，请国防部协查，这片雷区是不是我军当年埋设的？如果是呢，请他们把分布图发过来；如果不是，那就一定是日军所为，我们再另做打算。哎呀，特派员为党国事业殚精竭虑，属下佩服啊！哪里呢？厅长，老一在黑龙山发现了雷区，他认定雷区是日本人为了保护武器库设置的。现在只有把武器库图和雷区图重合，才能找到排雷和到达武器库的最佳途径。那这样，我们把崔胜文给的武器库坐标图带给老姨。带给老姨？啊，我们现在啊，要配合老姨的潜伏行动，让她尽快的取得对敌方的影响力。在配合老姨的基础上做好防范，一定要控制住武器库，坚决不能让那些日本人遗留的武器落到敌特的手里。好。这是内线发来的电报。
在黑龙山，我们侦查的地域发现了雷区，而且面积庞大。雷区？谁埋的？什么时候埋的？经过勘查，可以确定是日军当年埋下的。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侦查方向是正确的，而且这个地区也是敌特惊蛰行动重点关注的地方，所以必须要加强对这个地区的勘察力度。明白。雷区坐标地形图无法用电报来传递，我们得派人把它取回来，啊，必要的时候得请示上级，请他们派工兵来协助我们排雷。看来我得上去一趟了。好的。为什么又是你？你就不能把立功受奖的机会让给我们一次吗？让给谁都行，就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是女的。女的怎么了？别误会啊！山上这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好久都没有碰过女人了。别说逮着你这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就是飞过一只母蚊子，他们都能用饥渴的眼神杀死她。周局长，要不然你让雨涵去。又胡扯！按照您的吩咐，独龙已经成功冲出城去了。干得不错，长官深谋远虑啊！您的布局让属下十分佩服。前田，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也学会了拍马屁那一套？记住，你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荣誉绝不可以被自己玷污。属下明白。今天我在勘察敌特纵火现场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布鞋里面有可燃性的粉末。主要成分就是白磷，这说明我们在这个布鞋被盗案的这个调查方向啊是没有错的。红姑这个人不但非常狡猾，而且心狠手辣的。我原来以为他偷这个布鞋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身份，但现在看来，他竟然往里放了可燃性的物质。这种白磷在40度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这样对我们前线的战士的生命安全，还有军需物品的这个安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敌人的狡猾和阴狠，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是的，是的。小周，怎么样？我这次的分析很犀利吧？犀利。刘副科长，能破案是你的义务，破不了案才是你的责任。你说，你要是早一天发现这鞋里面有易燃物，那军需物资就不会被烧毁了。现在才说，有什么可厉害的？小周，你不替我高兴就罢了，你不要这么针对我嘛。你最近老是这个样子，我看你对陆凯就不会这样。我跟陆凯比，我差在哪里啊？他不就比我高一点点？我在我们南方也算高的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好好的提陆凯干嘛？我什么意思？你晓得喽？哦，
刘副科长，我明白了。我还真不怕告诉你，我周雨涵就是喜欢陆凯。你看，你个小姑娘家的，说话要注意影响啊！再说，周局长还在呢。干我们这行的，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说真话吗？是不是，局长？行了，发什么疯啊？就是，哎，周局，这个小朋友是要好好管一管的，3天不打，上房揭瓦。我要好好管管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他在这贫嘴？哎，陆凯那边怎么样了？哦，按计划行事。接应他的人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支援他的人都安排好了吗？也安排好了。长官，你跟我详细的说一下，那天到底是什么人劫走的山口前辈？是一伙骑马的人，劫持的人化了妆，行动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而且时机掌握的非常准，不到3分钟就把山口前辈带走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反共游击队干的？不可能，那个滑头才不会干这么无利不起早的事情。再说，山口前辈被劫的时候，陈世民还没有被国防部任命。哼，这个老东西还不知道在哪儿抽大烟呢。现在春城公安高度戒备，每个交通要道都盘查得很严。劫持者带着山口前辈行动风险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公安发现。所以说，劫持者一定是把山口前辈藏到了非常隐秘的地方。你别忘了灯下黑这个道理。现在我大概知道是谁了。谁？既然是骑马劫走的，一匹马来回，也就是方圆100里地之内的人，还有队伍，又和山口前辈有仇，一定是他。长官明示。野狼，原保密局高级特工崔胜文。保密局的人为什么要带走山口前辈？他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去通知仙人掌，睡觉都要给我睁着眼睛，只要看见崔胜文，立马通知我。野狼啊，我还真有点想你了。报告，抓到一个共党探子。什么？共党探子？你确定背后没有尾巴？已经四处巡查，确定没有。没想到啊，在这条阴沟里翻了船，丢人。风水轮流转嘛，只许你们狡猾，就不许我们学得聪明点嘛。有意思。我这还没审呢，你们就斗上嘴了。说说吧，你一个人跑到这大山里来干什么？城里闷得慌，到山里头来散散心，透透气。你就不怕被狼给吃喽？不错，狼你是没碰上，可你却碰上了我这只虎。陈将军，碰见什么高兴的事儿，笑得这么开心？特别，您来的正好，我们抓到一只撞上门来的无头苍蝇。国民党是真没人了，一个买菜做饭的厨子，竟然能当上少将。你们这不是穿上军服跟我这唱戏呢吧？别打算刺激我，我不吃这一套。
这叫时势造英雄啊！党国是慧眼识英才。怎么样，陆凯，跟着我干吧，我也给你个少将当当。别，我怕你们那身衣服脏了我身子。怎么，你们认识？何止认识啊！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的站在我面前，还扛着个少将的军衔，其实他就是当年国民党保密局春城站的叛徒，贪生怕死，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投诚以后，我们是看他可怜，才把他留在公安局，在食堂给他留了一个小管理员的位置。可惜呀，烈性不改，为了几毛钱竟然贪污，结果被我们给开除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穿着国民党的将服在我面前嘚瑟。你们也小心着点儿，他现在假模假式的，就是为了骗吃骗喝。到时候情势不对了，他一定是脚底下抹油，顺便再带走你们点值钱的东西，你们可就亏大了。特别啊，这小子可真够伶牙俐齿的。他这么贬你，你也不生气？气大伤身，我干嘛要生气？那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大概表面上好像是真的。什么意思啊？在共产党的枪口下，要想活下来，不装孙子行吗？言之有理，这就叫卧薪尝胆，属下佩服。你们俩就别在那儿互相吹捧了，接着审讯吧。不是问我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吗？你爱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把你关起来，饿上3天3夜，你自然就说了。就算你有那功夫，我还真没那时间。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上山是来勘察雷区的。你怎么知道山上有雷区？废话嘛！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觉悟高，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一定会向我们报告的。那你们为什么对雷区这么感兴趣？又废话，探明雷区，赶紧排除，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是我们的职责。你今天就是说到大天我都不信，你再不说出你来这儿的目的，老子一枪毙了你！哎，陈将军，不要鲁莽，不可鲁莽。你要是这么就把他杀了，必然引起共军报复性的围剿。你忘了国防部的命令了？让我们3天之内必须找到武器库，装备我们的反共游击总队，投入到惊蛰行动中去。国防部他们就会瞎嚷嚷，武器库到底在哪儿啊？我们总是这样瞎子摸象，也不是个办法呀。别急嘛，他就是给我们送武器库的坐标地形图来。什么意思？说吧，地形图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让兄弟们搜啊？扯什么淡呢？什么地形图啊？没见过。搜。特派员，确实没有。干什么？曹冲，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今天你要不把我弄死，将来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整死。你他妈就是我案本上的一块肉，还敢这么嚣张！
谢谢了，兄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小人。但是你忘了，当年我在保密局那可是资深特工，就你这点障眼法，骗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山寒，天亮了，天亮了！老爷，老爷，你又回来了。这都大中午了，你喊什么天亮啊？我是说我这心敞亮了，心敞亮了。爹，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不能说呀，不能说呀。老郭，哎，赶快些请柬，把该请的人全都请来，我又要过生日了。好，好，恭喜老爷。老爷，您这是怎么了？啊，到底是怎么了？爹，你今天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吓着啊！怎么了？盛文呐，盛文他还活着，当年他是诈死。真的？错不了，是公安局周局长告诉我的，他还让我暂时保密了。向寒，向寒。长官，仙人掌那边传来了消息，什么情况？崔家最近很反常，好像遇到了喜事一样。尤其那个崔希正，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抖擞，又操办了一次生日。还有那个吴香寒，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整天郁郁寡欢，就跟变了个人似的。野狼啊，你也太心急了，把戏都演砸了吧？嗯。你最好老实告诉我，那2吨细菌武器到底藏哪儿了？别给我装傻！我知道是你负责藏的。盛文，你带我走吧，我们俩远离这片苦海，好吗？什么山口俊一，还有那些细菌武器，现在就应该让共产党去查。过去你那么做是嫉恶如仇，是给死去的那帮兄弟们报仇，是仁义，你让我敬佩。可现在你这么做，你让我觉得是偏执，是愚蠢，是自私。枉我把你当成我最信任、最了解我的人，你居然说我愚蠢、自私、偏执。我告诉你金主，这不是愚蠢、自私、偏执，这是一种责任。如果我不去完成我的使命，我接下来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都将受到无休止的折磨。你愿意看着我生不如死，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灵魂的活着吗？盛文，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好的。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啊？我知道现在的一切，包括现在的我，你都难以接受。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站在我身边支持我。从共军身上缴获了这张武器仓库地形图和我绘制的雷区分布图，坐标完全。雷区后面500米就是我们要找的武器仓库。哎呀，老天开眼呐！我们梦寐以求的武器库，竟是共军送上门来的，党国有幸啊！一旦拿到武器库的装备，
我们就可以按照国防部的指令，立刻投入到惊蛰行动中去，为党国的复兴建功立业呀！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咱们怎么通过雷区？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根本做不到。肉虽然香，但是够不着啊。那我就组织敢死队，硬闯。就算弟兄们愿意豁出命去硬闯，我看也剩不了几个人。到时候你成了光杆司令，国防部还会用你吗？别忘了，人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本钱。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束手待毙吧？别着急，借力打力。依我看，把那个姓陆的先放回去。对了，把我绘制的这张地雷分布图交给他带回去。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跟我说完呢。共产党拿到地雷分布图之后，马上会派工兵来排雷。等他们把雷排干净，咱们伺机而动，拿到装备立刻转移。那你就不怕我们暴露以后，共军先来围剿我们，然后再排雷吗？据我了解，春城公安现在最要紧的任务就是侦破惊蛰行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控制武器库，用来切断我们的武器来源。再说了，春城共军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调往朝鲜战场，留守部队和地方公安兵力不足，现在要想围剿咱们，暂时还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差，来打个险中求胜。可我总觉得有些冒险啊。陈将军要是还不放心，咱们可以来一个声东击西，分散共军的注意力啊。那就请特派员谈谈您的高见呗。好，咱们去看看那个姓陆的。怎么能用这种东西招待客人呢？撤下去，换点好的。我说话听不见啊！是。怎么样？等着急了吧？有你在，我着什么急呀？兄弟，看，我穿这一身将官服不错吧？唱戏的穿龙袍，你成不了真皇帝。你们这国民党的衣服是漂亮，那不还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吗？那倒是。兄弟，俗话说，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快跟我说说，现在外边有什么新鲜事？真想听啊！说呀。这最大的新鲜事啊，就是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把美帝国主义打回了3-8线，怎么样？失望了吧？岂止是失望啊，简直是气愤。我就不明白，装备如此精良的美军，怎么就打不过你们这帮武器简陋的土包子？因为我们有誓死捍卫祖国的信念。行了，行了，行了，咱俩就不要口舌之争了。我过来找你，是有正事的。你不会是来劝降的吧？我劝你别费那事儿了。劝你这种人投降，那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我过来是要放你回去。有这种好事儿啊？
这里边不会有什么阴谋吧？不是阴谋，是阳谋。不但放你回去，还有礼物送给你。还有礼物，我能信吗？这是我绘制的地雷分布图。你此行的目的不就是到雷区勘察吗？我替你代劳。这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明白？我们也在找武器库，你们也在找武器库，现在大家都找到了，但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雷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时间来排雷，所以这事儿就得你们辛苦一下了。那你们干什么呀？坐享其成啊！我们把雷给排了，然后让你们进武器库，一水儿的美式装备让你们挑，傻呀我们！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人要是没有梦，那是活不下去的。其实我也知道，即便是把雷排光了，我们走到武器库的门口也未必能进去。我现在预测，武器库的大门设有密码，没有密钥谁也打不开大门，而且很有可能他们配有自爆装置，弄不好就是人财两空了。就你会算计，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干点什么呀？啊，不会是准备着向我们投诚吧？怎么可能呢？我们为党国复兴的决心，那是绝不动摇的。行了行了，咱也别拿信仰说事儿。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干嘛不走啊？咱们后会有期。哎，我再纠正一句啊，是后会无期。你出去之后，就不要费力不讨好的带人来围剿我们了，因为你的出现，我们这个据点也彻底暴露了。我和你先后脚都要离开这儿。随你们的便，反正你们已经是我锅里的菜了。谢了啊，谢了。不送。特派员厉害呀，谈笑之间就把共党的公安给摆平了。哼，现在你知道了吧？智慧就像一把刀，能杀人于无形。来，惊蛰行动才刚刚展开，二叔就暴露了，响屁还没听到一个，这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听说二叔借刀杀人、栽赃陷害陆凯的计划被共党公安识破了，所以二叔在医院的内线的配合下，逃出了共党的追捕。目前已经深入潜伏，暂时停止一切对外联络。听说你个情报部门的主管，用听说来跟我说事儿吗？委员长上午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惊蛰行动的进展情况，你让我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呢？委员长反复跟我强调过，他反攻大陆的决心坚定不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手段，制造暴乱，扰乱民心，动摇共党领导的基础。现在呢？知道吗？啊！委员长对我们的惊蛰行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行了，立刻电联二叔，让他调整计划，实施惊蛰行动的第二套方案。如再失误，严惩不贷。是。走。
二叔，你必须不畏艰难，敢于担当，迅速带领所属人员，尽快实施惊蛰行动的第2套方案。如再延误，严惩不贷。毛人凤。老板，先生。你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通知马掌柜，让独龙来见我。是。局长，我要汇报的情况就这些了。看来啊，日本人留在山上的雷区，把我们和敌特挡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接下来就得看谁捷足先登了。局长，就算我们开辟出一条通道，到达了仓库大门，没有密钥，我们也进不去。如果强行打开，势必会触发日本人安装的自爆装置。据我们分析，仓库里边不仅有武器弹药，很有可能还有细菌生化武器。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一方面，我们在野狼的配合下，尽快破解武器库入口的密码；另一方面，将疑似敌特空投的特战分队尽早歼灭。这也是不亚于地雷的绊脚石啊！报告，进来。局长，这是我们刚刚破译的国民党保密局给二叔发的电报。你去吧。哈哈。不用我们着急了，马人凤已经在催二叔活动了。只要他一露头，我们的侦破就柳暗花明了。局长，那山上那边谁来负责？不能让这个陈世明太自在了，得把他驱赶的离雷区远一点，这样方便我们部队的工兵排雷。打草惊蛇。哎，周局，这个任务交给我好了。行啊。我也觉得这事儿你干最合适了。是啊是啊，脏活累活都是我干的嘛。哎，我都习惯了，我看你们也都习惯了。刘宁，革命工作不能挑肥拣瘦，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向2位局长在抱怨？哎，陆凯，你不要胡说，我哪有发牢骚？你们两个，哎，现在是一个鼻孔眼出气啊，就知道欺负我。有品。快点快点，后面跟上！跑得够快的。秦哥，怎么回事？刚刚谁打枪？报告，是我。我发现前面的手术林里面有人在观察我，我让他出来，
可他撒腿就跑，我想追上去鸣枪警报，谁知道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一溜烟就没影了。你有没有看清他长得什么样子？跑得太快，我没看清。朋友，干嘛一直跟着我？市公安局侦查科。刮风了，可能要下雨，能借把雨伞吗？啊，盯上去。这么急把我找回来，什么事儿？我被人跟踪了，我担心关押山口俊一的地方已经暴露了。为了你的安全，还是把山口俊一关到看守所吧。我在想，跟踪我的人会不会就是麻雀？因为除了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山口俊一的死活。这些只是你的推测。为了你和静主的安全，你们必须转移。山口俊一，交给我。二哥，我了解麻雀。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对他有利的机会，也绝不会轻易的冒险。如果把他关进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那麻雀马上又会潜入地下，停止行动，并且以极大的耐心等待下一次对他有利的机会再行动。所以，我觉得我们暂时还不能放弃山口俊一这个对他有极大诱惑的鱼饵。接着说。关押山口俊一虽然存在风险，可为了调出麻雀，我觉得值。你帮我向上级领导反映这个情况，我等你消息。我带着山口俊一转移到下一个关押地点。行，这些情况我马上向上级汇报。好，请转告周局长，我跟麻雀斗了这么多年，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二哥，放心。照你说的办，我这就去安排。小心。上级批准了你们的提议，但要做到2点：一呢，秘密转移山口俊一到2号秘密联络点；2，布控计划要周密，不能威胁到周边群众的安全。分头准备吧。
你这个老东西不想把这把骨头埋在这儿，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以你犯下的罪孽，就算你下了地狱，也过不了奈何桥。为什么要杀我？我又没做错什么。惊蛰行动受阻，上峰令我杀一儆百。你错就错在不应该做我的手下。那你动手吧。怎么了？为什么不动手？我要是真想杀你，你刚才就没命了。我就是心情不好，找你发泄发泄。等等，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式发泄？你再走一步试试。你不是不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大敌当前，你岂能想男女苟且之事？我上次交给你的任务尽快完成，不然毛局长又要徒添白发，迁怒于我。是。好汉饶命啊，好汉！哎呀，这是送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毒龙啊！怎么，伍四，都敢直呼我了？那我叫你什么呀？叫你队长？你配吗？曾经让兄弟们佩服的毒龙，现在就是一条虫。龙也好，蛇也罢，我都可以随时拧断你的脖子。算了吧，一开始你们要了我的命，接下来你也未必能动得了手。伍四，学聪明了，会用脑子了，不过也更让人讨厌。彼此彼此。哎，无事不能三宝殿，有事儿求我吧。崔胜文手里有一张武器库的施工图，我想让你想办法2天之内帮我拿到它。崔胜文把这个武器施工图看得比命都重要。再说了，我凭什么帮你呀？就凭这个，事成之后还有。还是没变。人如浮云，变化莫测。到什么时候还是钱实在。有了它，我心里踏实。护送。会长，嘛呢？慌慌张张的。哎呀，来，小静。会长，我差一点就不能活着来见你了。会长，你还不知道吧？毒龙那小子根本就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就是一只丧家犬，散兵游勇，没地方去了才来投靠您的。我还听说了，他是二叔的人，而且现在盯上你了。哦，是吗？啊，今天上午我被他给绑了，他拿刀抵着我脖子，逼我偷您那叫什么？施工图。兄弟我，没事没事没事，兄弟我对您忠心耿耿，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能干吗？我是拼命抵抗，这才跑出来给您报信儿啊。没事就好。
屠龙的身手我见过呀，凭你那2下子，你就跑了？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当时也是豁出去了。你看，兄弟，我对您的忠心那是海枯石烂，日月同辉，天日可见。行，以后啊，没我的同意啊，别来找我。我们俩见面见的越少呢，就越安全，明白了吧？哎，明白了。哎，会长，那你也注意安全了。哎，左边高点儿，再高点儿。好，正了。行了，你们下去吧。小编，陈将军，哎呀，今天好雅兴啊！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乔迁之喜？是啊，特别。听说国防部又来电了。是啊。国防部怎么说呀？除了催还是催，催咱们尽快展开行动。对了，还点名呵责了二叔，严令他必须马上展开惊蛰行动的第2套方案。第2套方案，这什么鬼东西啊？我也不知道啊，只有见着二叔才知道。过去把这二叔啊吹的是神乎其神，什么王牌特工啊、党国精英啊，嘿，结果在共党身边潜伏了不到1个月就暴露了，被共军追得像条丧家之犬，东躲西藏的，到现在我们也没见到他人影啊。还不如老子呢，好歹还带着几百个弟兄和共党周旋了1年多。哎，虽说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也像一根刺儿一样扎进共党的肉里，我让他不舒服啊。二叔要是这样下去啊，我看他这总指挥还怎么干呢？别的我不知道啊，但有一件事儿，二叔特别愿意干。什么事儿？你不觉得上次那个姓陆的来得很蹊跷吗？此话怎讲？要是没人泄密，他能这么顺利地潜到咱们身边？你是说，有人故意放水，把共军引上山的？那当然了，就是这个二叔故意走漏风声，把共党的注意力吸引到咱们这儿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抢头功啊，排除异己啊！陈将军，虽然你对党国忠心耿耿，但你的保安旅毕竟是地方部队，有功归保密局，有过陈将军你得自己担着。这就是二叔给咱们设的圈套。妈的，我得到国防部告他去。告他？怎么告啊？现在是鞭长莫及。再说他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呢，咱现在还真是奈何他不得呢。哼，党国就是毁在这些窝里斗的蠹虫手里了。陈将军，不必自夺其职。念你我相交甚好，有个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什么事儿？我临来大陆之前，委员长亲自面谕，不管是哪支部队，最先集结完毕，配合韩战，在大陆打响复国的第1枪。他就是党国头号功臣，能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而且官升3级。这么好的事儿，你愿意让给别人吗？不可能。特别，你就明示吧，让我怎么干？既然你里外不受待见，那咱们就干他一件漂亮事儿，抢他一份头功。到时候连委员长都赏识你了，他二叔算个什么东西？他再也不敢小瞧咱们了。好，你说怎么干？不急，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仔细盘算。好。
金竹，金竹。喂，科长，静竹不见了。那赶快找啊！我附近都找遍了，都没找着人。这怎么搞的？什么怎么搞的？你又没让我24小时都盯着他。你们继续找，我马上过去。是。谢谢。陈世民部为己私利，存有2心：望国防部责令其务必配合惊蛰行动第2方案的实施，否则惊蛰行动将功亏一篑，我党将成为党国之罪人。国防部这帮混蛋又拿我们当枪使，难道我们反攻游击总队在党国复兴的大业中始终就是个小角色？我还不信了，我还……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别看惊蛰行动是一出大戏，少了哪个角色他都唱不下去。既需要像二叔这样的主角，也需要咱们这样的跑龙套的。党国利益无小事，现在正值惊蛰行动的关键时刻。既然需要陈将军的队伍配合一下，搞他个声东击西，吸引共军的注意力，那咱们就暂时委屈配合一下。10年河东，10年河西，只要肯下苦功，把戏唱好，以陈将军这么好的底子，成为名角儿，那不是迟早的事吗？特派员果然看得长远呐。不瞒您说呀，上次经您点拨，一语惊醒梦中人呐，我已将方圆百里散落的国军队伍集结起来了。我反攻游击总队已然成了春城周边最大的反攻力量。老子即使成不了角儿，也不能总跑龙套吧？当然不能，有队伍腰杆子就硬。接下来上峰该捧谁，那就得掂量掂量了。我也亮亮嗓，好好的帮着陈将军唱一出。情况怎么样？报告，没发现什么其他情况。找到人了没有？搜了个遍，连吼带喊的，别说人影了，连鬼影都没有。老乡的东西有没有丢？什么也没丢，家禽家畜、农具粮食什么都没丢，而且有的农户钞票还整整齐齐码放在桌上，也没人动，而且也没有打斗过的迹象。奇了怪了，不偷不抢，值钱的东西不拿，就打活人不见了。对啊，刘涛，已经连续3个村庄的人都这么莫名其妙的消失了。现在他们边上都传开了，说这边闹鬼撞了邪，而且所有乡亲们都靠有头亲进城去了，都没人敢在村子里过夜了。这事儿你怎么看？我是不信那个邪，摆明就是个阴谋。这样，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索范围，千万不要漏过任何的死角。是，去吧，走。一夜之间，白石乡3个村子，100多号人，下落不明。现在剩下的人都挤进城里来了，搞得人心惶惶。这个敌特分子难道会变魔术？我想问一下，咱们春城的治保系统就是个摆设吗？厅长，这
这的确是我们的疏忽。一直以来，敌特迫害的目标始终是针对城市、针对经济命脉一类的国有资产，比如像电厂、铁路、公路这样的公共设施。但是没有想到，敌人这次把魔爪伸向了农村，公然掳走了100多村民。敌人真是太猖獗了。老周啊，你的这种解释，那些受到敌特分子威胁的群众，他们现在有家不能回，你认为他们愿意听这种解释吗？我知道。同志们，我们党就是从农村起步的，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我请大家永远记住这一点。下面，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是。胡大，是。那我先汇报。根据我们现场勘查的结果，敌人已经把村庄周围的所有脚印经过了处理。但是，当我们侦查的范围扩大之后，我们在现场就发现了这个。这是美军汤姆逊冲锋枪所使用的子弹，只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才会有这种枪。这说明劫走村民的很有可能就是一直流窜盘踞在黑龙山的反共游击总队陈氏民部。只是这支部队为什么会劫走那么多的村民？甘愿冒着暴露他们身份的危险，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些，还是我们值得研究的。哦，对了，电讯科的同志汇报说，最近咱们春城附近的电台活动频繁，但是使用的密码等级都不高，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的甚至还在用抗战时期的密码系统，这都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电讯监测。一方面掳走村民，另一方面又频繁发报，敌人这是在扰乱我们的侦察视线呢。啊，老周啊，至于那个红姑，他很有可能就是二叔啊，对他的追踪情况怎么样？对了，自从上次他设计的假的逃跑路线引我们上钩之后，他就音讯全无。目前只有电讯监测还在布控，我们也安排了人员对重点目标进行24小时监控。连长，您的意见？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查清这些失踪村民的下落，保证把他们安全地营救出来。是。老总，放过我们吧！放了你们？老子辛辛苦苦把你们弄来，那不成了赔本的买卖？你们可是国军的正规军呢，怎么，你们还想学土匪绑票啊？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油水可榨呀？放屁！什么土匪国军呢？肚子饿了都得抢食。不错，你们是没钱，可有人会来给你们买账啊。老实告诉你们，我今天抓你们来，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凡是亲共的都没有好下场。要照老子以前的脾气，杀光了你们这些泥腿子，我都不解恨。你们跟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哪个不该死？我今天就是要用你们的血来祭奠那些被你们害死的父老兄弟。将军慢动手！慢动手！哎呀，特派员来的真是时候啊！有何训示啊？哎呀，训示谈不上。你想啊，咱们绑架这些人，不就是为了吸引共军的注意力，支援惊蛰行动吗？既然现在目的达到了，将军干嘛还要假戏真做呢？哎，既然是演戏嘛，就得显得像模像样。杀几个泥腿子也能解我心头的怨气。像模像样也不是这个演法，这些人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您把他们杀了，必将引起众怒。那也不能白养着他们呀。
这么说吧，我刚才撤退的时候，在一路上故意留下了一些痕迹，想必共军很快就会追踪而来。什么？你留下足迹？那这些足迹还不把共军引到山寨里啊？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什么叫请君入瓮？把这些人留在这儿，引诱共军上钩，咱们在周边设伏，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既达到了支援二叔展开惊蛰行动的目的，又在黑龙山竖起了反攻游击总队的大旗，让国防部那些人不得不服咱们。你也可以早日登台唱主角儿，何乐而不为？哎呀，特派员，你可真够狡猾的呀！不，聪明，好，就这么办。指挥官，撤，把这些人留在这儿，咱们撤。是。撤。走。就这2下子，还想打我们的伏击啊？胡子，到。小范儿，有。你们带人从2边包抄过去，把他们合围住。记住了，无比全歼，只要击溃就行。是，明白。报告局座，曹特派员来电，昨日下午3时，曹创率领反共游击总队陈氏明部，与共军展开激战，重创共军。好啊，总算是弄出点动静来啊！通令嘉奖。是。哎，你等等，二叔还没行动吗？他与我们保持联系那个专用电台一直静默。这个二叔，他到底想干什么呢？据情报，陈氏明部在黑龙山地区与共党产生了正面冲突，打得很是激烈。在城里警戒的共军明显减少了很多，一定是去黑龙山支援陆凯了。看来共军已经手忙脚乱了。这个曹创有2下子，枪响了也证明不了什么。共党实在太狡猾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是。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屁股擦得很干净。还是要盯紧一点，医院是救命的地方，切不可大意。仙人掌呢？有没有动静？有，但据仙人掌消息，我们追踪的目标很是谨慎，只在外围游荡。崔胜文，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对手。他的筹码是想让我投鼠忌器。长官，我们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还不是时候。你别忘了，我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惊蛰行动的总指挥。这可是一张好牌，打好了，我们就会事半功倍。老家来电。直接说吧。保密局知道了共党公安已经拿到了黑龙山地区的布雷图，
上峰担心他们捷足先登，让您尽快做出应对方案，绝不能让武器库落在他们手里。他们懂什么？把电台装到车上，我们出去转一转。是。特派员，陈将军有事请你过去。陈将军，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当然是喜事了。毛局长对咱们的动作十分赞赏，已经通令嘉奖了。哦。哎呀，这回我老陈在国防部总算是露了一小手啊！哎，特派员，你说的对呀，有因必有果。这不，国防部还将追加咱们战略物资，不日将空投过来。看来毛局长对咱们这出戏很满意。满意，相当的满意呀！哎，陈将军，咱们这次的风头可远远在二叔之上，不会引来这位老牌优秀特工的嫉妒吧？哼，气死他才好呢！他就是个缩头乌龟，东躲西藏，没一点作为。反正经这计划的集结任务，我们已经抢先完成了。他要是不高兴啊，可以呈请上峰引咎辞职嘛。让国防部批准我们独立完成惊蛰行动，再立头功。特派员，副总指挥，你他娘见鬼了！一惊一乍的。什么事儿？说。我们遭了共军的射击，他们从2翼包抄了我们，抄了我们的后路，兄弟们伤亡惨重，我们100多号弟兄只回来不到一半。什么？老乡们，你们啊，千万别这么说，保卫人民是我们的职责。况且这次啊，是我没做好，让你们受到了敌人的迫害。不过没关系，从今天起，我们要建立以民兵组织为基础的我们自己的自卫队。以后啊，再多的牛鬼蛇神，也不怕他。刘副科长，局长来电话有急事，叫你马上回去。好，小王，这交给你了。好，走。大意了呀！特派员，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向毛局长如实汇报，这不打咱自己的脸吗？哎呦，算了吧。正值党国大业堪忧之际，咱们还是报喜不报忧为好。想必他老人家现在正沉浸在喜讯之中，要是现在汇报，这不是给他添堵吗？胜败乃兵家常事，国军几百万大军都溃不成军了，咱不就是损失了几个小弟兄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看就别惊扰他老人家了，啊！别到时候再落个谎报军情的口实，那才是真正帮了二叔的忙了。福祸相依，人生常态嘛。酒呢？把酒给我。你别喝了，我找了你1天1夜，要不是外围布控的同志告诉我，我都找不到你。你跟我回去吧，崔大哥他们都该着急了。不用你管我，你把酒给我，喝死了我就一了百了。你说什么呢？庆竹，你跟崔大哥走到现在都不容易，你们患难与共，你不能就这样放弃。是他要放弃的，不是我。还是张爱玲说的对，有些爱你给了很多机会，他却不在意，不在乎。想要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爱了。人生有的时候真是很讽刺，一转身
可能就是一世了。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了。你别管我，你让我喝。韩姐，怎么了？让他跑了。桃儿，你们都干啥吃的？这么多人布控，拦不住一个人。根据各方面汇集的情报，黑衣人没出场。我就纳闷了。 这么多年，你都跟我学到什么了？那大大小小的酒店和旅馆，查了吗？我已经通知各辖区的派出所了，他们现在正在排查。还不上车？是。我的周局长，这一次设伏失败，就是给敌人 敲响了警钟，会直接导致你们的诱捕工作失去作用的，工作会陷入被动，你懂不懂？你懂不懂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江山，可是我们老百姓还是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们怎么向人民交代呀？